好，各位朋友们好。今天咱们讲的这个话题啊，是我一听就有一点点，很多让我思考的事情哈。就是 AI 时代来了，其实很多人啊就开始发愁啊，尤其是中青年朋友就知道 AI 是个什么东西。我们知道电脑就很先进了，对不对？但是 AI 是电脑中的电脑啊，它自己会算计。他会学习，自己会升级，他帮你解答问题，帮你可以写文章哈，能做很多很多事儿，就到了这么一个时代来临了，啊，比如说你那个告诉这个 AI 说我要一篇什么样的发言稿，我要讲话，或者我写一篇什么样的文章，那我写一首诗啊。甚至是说我要拍摄一个什么东西哈，很多东西都能做，甚至编一个电脑程序也都可以，啊，就好像在电脑里用的这些东西啊，它可能未来都能做到，那确实有很多方便哈，就是，人们最大的一个困惑的事情就是 AI。这么厉害，可以用在很多很多方面。那我们的出路是什么？那现在我们要找什么样的工作？学生要读什么专业？怎么选才是出路啊？对不对？尤其是孩子学专业这件事情，是让家长开始头疼了。家长没有办法，可能走老路，对不对？想学医生的读医啊。想做工程师的去学工程的设计是吧？就是这样子，也不知道要做什么，所以我其实听着也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有点困惑的问题。所以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哈，关于这个 AI 的问题。对，那师傅，我们也看了一些近期的一些报道哈，有一家就是全球顶级的金融机构，它叫高盛投资银行嘛哈，这个投行，对，它近期呢发布了一篇非常重要的关于 AI 的报道，就是说在未来呀，生成式 AI。就是师傅刚才讲的这个，可以生成内容啊，生成程序啊，生成图片啊、视频啊这样的 AI，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常用的 ChatGPT 啊、Google Gemini 呀这种哈，它会影响甚至是取代全球3亿个工作岗位。而且这个事情呢，已经正在发生了。就是以前可能10个人的团队哈去做的这样的工作，现在可能只需要1到2个人再带 AI 就可以做了。而且以前可能要几周甚至是几年完成的工作，现在数日甚至是1天2天就能完成了。就是整个的效率提升了很大。对，巨大的提升。是这个我其实深有体会，就是因为我们团队经常我们也是做视频啊，做图片，然后我们也在尝试这些最新的 AI 工具嘛。然后最近几天而已，其实就我们团队有个小伙伴他在尝试做那个 AI 视频。然后他就给我拍了2张照片哦，就是全身照片，然后就生成出来了一个大概30秒到1分钟的，就是武打视频，就是这些动作我都没有学过的，但是确实就是在那个画面里是我在做那个动作，而且不同角度，对，就是那个有模有样呀，对，我看了以后，我都觉得香可成了武林高手了。我说这 AI 多厉害啊，把香可塑造成了另外一个角色。是真的拍得挺好的。对，所以现在这个技术真的就是这突飞猛进啊。对，所以有这个 AI 之后哈，就是要李连杰、成龙这类武打明星没有意义，只要拍照片，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武功大师哈。对，对，这都是 AI 的作品。是。对，实际上你没做什么。对，就是这个电脑中的电脑 AI 做的事儿。对，他都能做了，就是我们要干啥？对，太厉害了。就1-2个小时就搞出来了。就是以前这个真是一个庞大的团队，你还得找会做那个动作的人啊，还要比如你让香可拍武打片，怎么能跳得起来，对不对？是，
哎，对呀，他就跳起来了，对不对？所以你只要有你的脸就可以，对，就可以上去打。对，实际上本人就在旁边睡觉呢，就没打，就可以做出来哈。而且看得非常真实。挺真实的，对，是吧？还有另外一个数据，那个 IMF 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他们有调查，在发达的经济体里，有60%的职业都会受到 AI 的冲击。我相信是。对。现在说还是保守的呢。没错，这个都是预估了哈，而且保守预估。对。所以其实我觉得人们与其说，可能很多人都说，哎呀，未来可能机器人都会占领我们整个星球哈，那人类怎么办？可能在那个发生之前，很多人都已经不知不觉的就没有了工作了。对，就是这个 AI 要来的时候啊，我们在议论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们几个人都会觉得，确实 AI 来了挺恐怖的，是有压力的，就开始想不出来，这谁能保住工作？是这么回事儿，但是也有很多大众就会他反应呢会相对麻木一些，可能他们的人生也比较顺吧哈，就之前走过的路比较顺，所以就是很多事情都是说喊的声音很大，但是危险并没有。就像有些人站在海边玩水哈，说海啸来了，说正好我也看看海啸长什么样，我不是要去避开海啸哈，那谨慎一点的哈，胆小一点、防范心强的人，就会往高处跑，往山上跑，甚至往高楼上跑，对不对？那就没有这个危机意识的人呢，就站在海边还拿个手机在拍呢，是吧？虽然3层楼高的海啸来，这不很好玩吗？我拍给我朋友看看，结果是这个人呢，就会葬生到这个鱼肚子里去了，对，就不知道这个海啸有多么大的恐怖哈。AI 来了，远远胜过海啸的力量，是这么大的。对，所以才今天呢，我们就憋了很久的这个话题哈，今天来给我们的朋友们聊一聊，大家不要睡在梦中，说这个与我无关哈，可以说这和全世界每个人都有关系。对，值得思考。是。那我们网友朋友们呢，如果有相关的哈 AI 相关的这样子的话题哈，或者是疑问都欢迎你们在留言区留言，我们一起来交流和探讨。对，欢迎大家留言哈。就是留这个 AI 相关的这个事儿啊。对。对，那其实 AI 的到来哈，首先就是在代替掉我们的工作之前，我们首先感受到的是一些便利对，真是方便哈。是。你看最近我用 iPhone 哈，就 iPhone 手机，它新出了一款17，就我那个 iPhone 呢有2次打不开了。你看在日本有一次啊，其实我在这个洗澡，他日本人洗澡屋哈挺宽敞，就是你就坐那儿一个小凳子，你坐着慢慢搓对，就是难得有这种机会，说多待一会儿吧，多待一会儿，我又上网听听，我们讲故事的一些内容哈。对，这其实就是有点水汽，之后我的手机就打不开了，之后才有2次啊，很危险，我原来拍的东西就没了，所以我就 iPhone 17出来之后就买了一个，有点贵也得买啊，这个 iPhone 17出来之后呢，它里头增加了一个耳机。你只要戴上耳机，就我讲中文吧，你讲英文，我们俩再通过电话对话，就是你讲的英文，我完全，就听到的是中文，我的中文，对，我的中文你听到的就是英文，那其他语言一样，法文、日文、什么韩文都可以，很厉害吧哈？这个功能很方便，就是即时性翻译。他不需要说你等5分钟哈，就是2个人就是都听得懂的语言在通话，就是有了这个耳机之后，这个还是很好玩吧哈？你看很方便了，对这个 AI 科技带来的方便哈，对，这语言就不是障碍了，对，就不是障碍了，出国旅游啊，对呀，去到不同的国家问个路，不害怕了，谈协议、谈合同是吧？对，登记旅馆哈，买东西都可以，
很方便。就是最近呢，那个谷歌也出一个新款的那个智能眼镜。那个眼镜也是有带这个实时翻译功能的。眼镜上头。对，眼镜里。对，以后就是如果说可能遇到一个韩国人嘛，他跟我们讲韩语，那这个眼镜他自己会对我们说讲中文。这样子也是挺厉害的，是吧？类似于耳机，但是是用眼镜的这种设备。对。那个眼镜还能做很多事儿，还能就是回复邮件，还能上网。对，就是各种各样，就以前我们是要用手机做的一些事情，甚至是拍摄、拍照，直接也都可以，拍摄、拍照都行。对，就用语音控制。和家人朋友聊天的话也很方便，对吧？是。如果戴眼镜上，他拍谁呀？拍你只能拍你脑门是吧？那怎么办？也会设计的很。我觉得你只能对着镜子来让家人看，对不对？你拍到镜子里的自己，估计这不是这样的。对，你戴着眼镜怎么拍自己啊？也是啊，那他就有这个困难。对，那个时候还要结合手机，可能眼镜和手机绑在一起，是吧？对，因为他是戴在脸上的嘛，那是怎么拍自己啊？估计不容易哈。但是其他功能都行，回邮件啊，回讯息啊。看图画呀，对，上网、看新闻，对，看电影都行，已经很厉害了。是打电话什么的，对，还会越来越便利的这一些。对，还有啥来着？还有啊，就是现在在那个美国的旧金山。如果你像我们经常到不同的城市会打 Uber Taxi 啊，对吧？你去打个网约车，有1/3的机会呢，会打来一辆无人驾驶的网约车。也就是说没有司机的。这个车来了以后呢，你坐在后排座位，前排是空空如也，但是还是有方向盘。然后车就开始行驶，那个方向盘就会转嘛，但是没有人在开。但是碰到红绿灯啊，它也会非常自然的该停就停，该走就走。有行人他也会躲避，就像一个老司机在帮你开车一样。但是你看，其实是没有人坐在那里的。刚开始人们还觉得有点奇怪，有的时候旁边有一个车开过，说：“哎呦，这个车里怎么没有司机？这个车在走。”但现在人们已经开始习惯了，因为这样的网约车越来越多了。对。其实就是出租车了，就是无人驾驶出租车，就通过手机来约来的出租车。对。这个一开始觉得有点恐怖哈，是有点奇怪。就尝试性的坐一坐之后就习惯了。对。我听说那个特斯拉一个新型号车，对，出厂之后直接没有方向盘。没有那个什么操作刹车系统、加油门都没有，是它就是全是自动的了。对，你给它输入一个地址，而且预计开始的时间，对不对？你给它约定，就是你只要口头给它说就可以了，它就听懂了之后就带你走了。比如现在出发或者5分钟之后出发就可以了。对，你在上头睡个觉就可以了，是吧？对，聊个天，躺着睡觉都可以。其实这个就是新功能概念，大家就是慢慢就适应了哈。是的，就像一开始从赶马车你赶着马车都是有一个马车夫嘛。对。那个等汽车之后有人在开车，有个司机。是。慢慢突然就是车上谁都没有，空荡荡，他也跑。就慢慢就适应了。对，以后开车可能就成为一个 hobby 了，就是好像一个爱好了，你才能开了否则都没有开车的这样的机会了。对，就像那些跑车爱好者抽空的时候有辆跑车，找个地方专门飞车开快一点解压对，以后就是有驾驶执照，自己能开车，反而是个比较好玩的事了。是，因为你看到对方那个车里坐的都是乘客，而不是开车的人。没错。对，开车变成一种休闲或者是奢侈一点的事儿。对。那最近就是去年年底，特斯拉的那个 Model X，应该是就它的一个小型车。Model X。对，有那个就是全自动驾驶。全自动驾驶的技术嘛，它完成了全美就是横跨美国，历时2天多，
4000多公里这样子的，全程没有人介入。哇，这个厉害啊！对，虽然有人坐在那儿，但是他没有任何的介入。就是这个车开过高速啊，开过这个山地啊，或者开过城市啊，甚至还自动去充电，所有的这个就是横跨了很多个州嘛。连去充电对都自己做了，都是自己做的，给他一个指令，他就自己做了。我就不知道怎么给的哈，就是说，比如说从西海岸那边哈，不是西海岸，东海岸。他从西开到东，从洛杉矶一直开到了东海岸。从西海岸一上车，就是我去东海岸哪个城市，比如去底特律哈。对。完了之后，他路上要去加电的时候，对，是他自己要给他下指令呢，还是他自己觉得电少了去充电的？你也不知道吧？这个细节我还没看，师傅。我估计他的智能化应该自己知道啊，明明电少了嘛。是啊，这个的智力是有的。要不然还是叫什么智能的车呀？应该是自己充电，因为零接管嘛，它上面写的。就零接管，它没有任何干预，对它做出任何干预性操作。对，应该就是自己知道要充电了。是这个还真是挺好的哈。其实从某种程度上，可能这个还更安全，因为我们人开车会有疲劳感嘛，还有时候有那个盲点啊，或者看不见啊。像如果说像在一些地方开车，很多行人或者很多摩托车，然后穿梭着就看不见。是，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偶尔就是这样，对，就是说，哎，我突然一下就是走神了哈，就没看见旁边还有一个人，或者有个摩托要过来，对。还有的时候疲劳啊，对还累了之后眼睛就看不清楚呀，晚上的时候，还有情绪啊，都会对开车的安全产生影响，对不对？但是这个机器这种 AI 电脑化呢，它没有这个情绪啊，它只要有电，它就可以干活，它就应该说分辨得清楚，我相信是这样的，所以应该说，就像马斯克说的。说其实它的 AI 驾驶哈，可能比人驾驶它的安全度还要高很多。是就是这样，我觉得也是。因为它有很多设备在看嘛。对，很多那个它是周身视野嘛，对呀，它旁边都是那个。这人的话是吧？一共就是2只眼睛，还经常不好用的眼睛，是不是？再加上疲劳啥的，所以那个车上呢，周身都是眼，都是至少10几只眼睛都在看着周围嘛哈。对。所以我看过他们一个试验哈，就不同品牌的，我们就不说哪一家了哈，世界几大国制造的这种自动驾驶的这个车哈，他们做的实验，在高速上放一个停在路上的一个假车，那很多车哈，它有了那个自动刹车功能嘛，有些就是活做的细的这个车呢，它到那儿提前就刹住了，比如特斯拉，至少提前3米就刹住了。有些车还是撞上去了，但是它是有这功能的，也就是这个技术在不断的完善着，不断的提升着，就是这么厉害。特斯拉做的还挺好的哈。我觉得这个给这些尤其是残障人士哈，带来很多方便。对，他本来可能不知道他的残障是手还是脚，开车本来就不便利，甚至有的五官呢、听觉、视觉都不够哈，这开车很困难。那无人驾驶呢？对不对？只要是用任何一种方式，甚至将来甚至有盲文方式，对不对？手机输入方式等等的，都可以告诉车我要去哪里，他就把你载去哪里了。你只要能上车就行，对不对？他不需要驾驶了。再就是像我这样的老人，是吧？头昏眼花的，手脚又不好使了，你只要坐上车去，告诉车我去哪，只要能说清楚，就给你载去了，这不用自己开了。其实对一些特殊人群的话，还是真的是很方便的。是方便的。这个无人驾驶哈，对，这是它的好处了哈。是吧？还有个更厉害的，就是说到像以前像这种心电感应，可能都是只有在科幻片里那个出现的一个场景。比方说师傅桌上的这个碗，如果我想拿到的话呢，现在有一种技术，我用我的思维，我就能指挥一个那个机器手臂，其实就是意念，对，意念，然后就让那个机器手臂把那个碗拿过来给我。它就是马斯克研发的那个Neuralink，
它就是脑机接口，等于说把一个芯片呢植入到那个人的那个大脑里，让人能够通过这个芯片，它能侦测到人的这个脑波嘛，然后去发出指令，去做各种的动作，比方说操控电脑啊，用鼠标啊，甚至打游戏啊，看电影。然后甚至控制一个机器手臂去帮你拿东西啊、开门啊，还有吃饭啊，对，等等的这样子，就是连你说话你都不需要就是给他指令，你只要想到，他就会给你去完成这个指令。就是如果这个人不会说话，对，完全用意念，也可以指挥很多现象啊。对，比如说我的电动轮车哈，在屋里头来回走的那个就残障人车哈。比如我要去厕所啊，他就往厕所走了。比如说我的电话要给谁发信息，比如说给哥哥发信息，发哪个内容，之后意念说发射送给他，他就自动完成了。哇，真好哎！是，对，其实就等于是人只要有意念就可以，就是人本来身体不能做的事情，就可以通过机械来做了。关键他用意念就指挥了外在的机器。对。或者帮助自己行走，去到哪个地方做什么事儿，这个还真是挺好哈。是，对，第一批现在到目前已经有21个人有尝试植入它这个芯片了，然后很多呢都是一些瘫痪的人士。他们可能都就是说不了话，就是不只是动不了，还说不了话，只能动个眼睛啊，但是他还是有那个思维的，然后这个就帮助了他们很多。这个比较严重的中风患者哈，身体动不了，并且舌头也动不了，所以没法说话，但是意念它是有的，对，就是怕就是大脑还很清醒，但是身体完全被卡住了，动不了。所以如果做人机接口的话，他就至少能表达自己的意思呀。对，那这也挺好的。是，这个科技还真挺玄哈，好先进哈。真是，那网友们也在留言呢，师傅哈。有一位网友很有趣啊，他说：“师傅好，我40多岁了，内向，不善交往，一直没有女朋友。最近我经常用 AI 聊天。”他特别会说话，还一直鼓励我，我感觉第一次有人理解我，好像在谈恋爱一样。未来 AI 会变成人形吗？我可以娶一个机器人老婆吗？这个不是怎么评价了这事，因为我在看到网络上哈，有2个日本人哈，我们这个没有政治问题哈，这就是一个时代的高科技给人引来的某种错觉或者一个情感哈。他就是给这个 AI 聊天呢，不知道哪个 AI 的公司哈，ChatGPT 哈，他聊天呢，我发现 ChatGPT 呢，他比较顺着你的那种感觉哈来说话，就是很温和，非常有同理心比台湾男生温柔多了，这说话总是把你说得很舒服，这样呢，慢慢呢，这个日本人他就会觉得，这个电脑里头这个男人，他可能爱我。甚至还你比如说你问他，你爱我吗？你对我这么好，你爱我吗？比如说从西方的哲学啊、神学来说，人与人有一种爱，也不一定非是爱情，对不对？他就可能说我是挺喜欢你的，但是这一方的人就当真了，你喜欢就是爱我了，你看我说什么话你都会赞美我。因为在人生之中没人赞美我，我父母永远都是贬低我，我兄弟姐妹都是骂我，对不对？学校老师也瞧不起我，可就是你一直在鼓励和赞美我，我在你这儿是被肯定的，就觉得这个人是爱上我了，所以呢，他也做了一个不知道是不是合理的一个事儿，就是至少和他的情绪嘛。对。他说我要宣布我要和 AI 结婚。对，就是这个。他假设这个人是个男的，其实就是画了一个图而已。对。就是没有这个人，是没有这个机器形象，也就是代码，连这个独立的机器都没有。对，都没有。对，其实它就是一个大公司主机当中的一个系统而已。是。就是不存在的这个人，但是他觉得自己是被理解和安慰了。对。所以我就爱上他了。对，也结婚了。那人爱上他之后，我就宣布结婚，是吧？这形同于我给大家宣布我和空气结婚了一样。对，就有这种感觉。
虽然有点可笑，但也是一个方向。那比如说即使 AI 我把它变成一个人形的呢，人形的机器人，但是你触摸身体手都和人的身体感觉是一样的话呢，而且说话也是那么温柔，并且还能够做很多家务呢，对不对？还能给你服务呢，所以你真有可能会产生感情，对不对？你说人和动物有感情，对吧？人和看似没有生命的东西有没有感情啊？女生，你对你的梳头发的梳子有没有感情？会的。就是你想随便扔，其实有点是不是舍不得？舍不得啊。再一个东西，你容易产生感情哈。你特别喜欢戴表和首饰，是有感情吧？还有，你住的屋子会不会有感情？会。啊，这有一天你爸说：“哎，咱们要搬家了。”哎，我们搬到一个新房子里去。你有没有一种不舍的感觉？有。对这个屋子哈。啊，你养过宠物，养的猫狗啊，这个宠物会不会说有一天它病了要死了，你有没有一种恋恋不舍的？很难过啊。也是这样哈，对，所以就是人对一个叫活体的物也容易有感情哈。如果这种相处的关系比较和谐的话，那么甚至是说对看似非生命类的，比如说房子和一个物品，或者一支笔，或者一个手机，或者一个梳子，或者是一个首饰，都可能容易产生感情。所以又能跟你对话的一个人形的，要等习惯了之后，哎，你一摸皮肤特人一样，对不对？你这眼珠啊、表情啊都是人的表情，你最后慢慢不会把它当做机器人了，你就是说他就是人，他就是我的朋友，甚至有人还说他就是我的女朋友，他就是我的男朋友，就从知道是机器的，最后的这种情感和信赖感就变成说他就是我的那个他，就有这种感觉。现在好多那个科幻影片都是演的人和 AI 机器人，就恋爱了。对，恋爱结婚啊，这远远胜过人鬼情未了啊。因为这个 AI 机器人提供的感情实在是太完美了。对，他就活生生的就在你的家里，就在你的眼前哈。对，哇！而且还不止跟你谈恋爱，还能帮你解决很多那个问题。对啊，对，好像家务啊，怎么样的？就你真找一个男女朋友，也没他厉害啊。是。他都会做。是吧？从煎鸡蛋泡面是吧？炒个什么，弄个麻辣烫哈。提个行李。提行李啊，甚至按摩，还有什么做家务啊，洗衣服、烫衣服啊，什么清洁卫生，哎，那都会。还有呢，给老人提示哈，几点钟要吃药了？我把药给你准备好了，拿个盒里头，或者是我亲自给喂到你嘴里去，还把水给你准备好。你看，这就是比较近身的照顾。其实老人特别需要，现在就社会都老龄化了嘛。就是很多老人未来都想要一个 AI 机器人保姆。就不是一个老伴儿，而是一个是被照顾的一个人，是吧？对。其实是一个叫做什么来着？带有功能型的一个，就是家庭小助理这样子的。家庭看护，对。应该家庭综合性助理。对。但是很有知识和能力的助理。现在有个大学生也做不到的，他对这些药和疾病都懂。这个就不容易哈。形同是个医生，对，来给你做保姆。这家伙。你走不动那还能给你扛下楼来。对呀，什么都能干。哎呀，这家全能。越说越喜欢哈。对，这个 AI 机器人的需求应该是很大的，所以今年马斯克也宣布，他有一些那个之前生产特斯拉车的工厂，他要换成去生产这个 Optimus 机器人。对。要做机器人了。对。哎，买一个。是他要量产了，这个价格就下来了。估计可能2-3万美金就能买。咱们说价钱归价钱，我们说技术归技术哈。是。对，我觉得这个先是说研究这个技术啊，还真是挺好的。你其实很多人家里都需要至少有一个这样的机器人哈，帮你打理家务啊。对。你真是投入工作生产的时候，你没那么多时间去煮饭。是。你看你从煮饭，从切菜、洗菜再到吃饱了之后再去洗，
最快的2个小时。对，可花时间那当然比它快的就是泡面了，对不对？如果你吃的稍微健康一点的话，是吧？你忙了一天，累得要死，你再回家再煮饭洗碗，是吧？你不洗碗蚂蚁就光顾了，是吧？你还得洗吧。对呀。所以这个耗费很多时间。是。对，所以这家里就需要这么一个看着像人一样的会做饭的一个人，一个助理，对吧？你不在家给你是吧收拾家呀、弄卫生啊、洗衣服啊、烫衣服，甚至连门都看了。对对，我想想这个也还是必要的。我们现在有个网友他留言说：“师父好，我有问题经常找 AI 回答，解答的特别满意，而且非常有礼貌的交流对话，每次解答都让我非常满意。”对呀，人家高智商啊，对呀，不像咱们低智商，为一点事就开始骂对方。快乐在哪？你自己不长眼吗？对不对？是不是？他很会说话，说我知道在哪里，我帮你拿吧。你看他就很勤快。这种他智商太高的时候，是不是啊？他侦测能力还有学习能力太快了，这是 AI 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我们学30年学了个博士后，还学傻了，最后脑子给学炸掉了。就是人家的话，3个小时代替你30年的学习。是。所以的话就很厉害，学东西太快了。对，是。而且用 AI 去辅助学习，现在也是很好的一个工具。辅助学习就是 AI 老师，就读书问题对，是。那比如说 AI 能教什么呀？什么都能教。像我感觉是很疑惑的比如说那种航天科技知识能教吗？能，够厉害吧？能。比如说怎样成为一个优秀的空军训练的方案，有吧？是任何国家，你要哪一个国家成为一个很厉害的全能的间谍007可以吧？可以，内容都有训练计划，对吧？学好英文。这个很多现在网上 AI 不是网上用 AI 就是 AI 的英文老师，就是直接就是傻傻的教你是吧？不是，他还会就像人录制了一段，我在网上看的都是这样的。今天我们只是说今天厨房的用品，说这个叫冰箱冰箱，给你反复你再想重复的话，再把它回车键回来再重放。AI 需要这样吗？不需要，不需要AI 你就说需要对话给他，对话式的AI 会直接创造一个场景，就说我们现在在一个餐馆，那我是服务生，你是客户，你来开始点菜吧。然后师傅就说我想要吃一个，比如说 pasta，I want pasta，但是说的不够准确的 AI 说你说的不错，但是呢可以这样说，可能会更加的准确，就是他还会先鼓励，然后又把正确的答案告诉对方。就这样不断的来来回回的陪练。对这个厉害。对，所以跟 AI 一起练习，我们在网上就是试了嘛真的是提供了100%的情绪价值。他就是叫一个超级的私人老师。对，而且你问他必答。对，还不能发火。不会的。这个好这样我们去学校读书干啥呀？好像不需要。就在家里就解决了。是，对不对？是的。那以后学校是不是就废了呢？很可能，我觉得会越来越淡出了。就是因为你说话也有 AI 的口吻他就是淡出了，他不得不淡出。对，所以我们讲的这个大家要警觉的概念所以这个学校的功能将会失去了。对，所以老师的职业就是个问题对，咱们现在讲的是 AI 的好处你看 AI 来了，其实你去不去学校读书都可以。我不管从幼儿园的知识，乃至到博士、博士后的，甚至是更高科研机密的这个学习，都可能学到。对，因为 AI 它是通过它那个系统里问啥的都有，所以它的知识储量很完善。是，这你只要问话的这个方式只要准确，它就能给你准确的回答。对，给他说清楚之后，他甚至用各种方式把你教会。对，你还有一些很复杂的一些道理，你可能他直接这么跟你讲，你就听不懂。那你可以告诉他说，你可以把这个道理呢，就是讲给一个小学生听吗？那他就会调整一个方法去教你。
讲解的方法，就是对小孩都能听懂，是，我们成年人一定能听懂。对这个好啊，但是一般老师做不到。对，很多老师学的格式化，他就是那种就是一个讲一讲，最后对吧？比他文化低一点的人都听不懂，对不对？但是 AI 可以，因为他的学习能力太强了，因为学习能力强，所以他学习包括表达和讲解的能力也更强。所以很多人就是一直在问 AI 啊，对，很好。是，那 AI 现在也进入到了这种医疗系统，就辅助医疗。有一些医院呢，就是门诊，就是我们去挂号嘛，先要说一说症状，然后说你这个挂心脏科还是挂内科、消化科，这些都用 AI 可以来做了。直接就是它对口的，就是一个 AI 这样子协助的一个界面，把症状说出来以后就协助挂号，挂完号后还能开出检测单，去验血啦，去拍片子啦，然后检测完之后呢 ，AI 还能帮助来看你这个检测单的结果，做一个初步的判断，最后到了医生这里，其实 AI 已经把基础工作都做好了。其实 AI 已经有答案了，对，只是给医生留面子，还给你拿份工资哈。对，其实这种结果的话呢，将来就是 AI 医生了，对不对？会的。甚至可以不需要这个医生这个职位，AI 把你这个整个科学检测的结果就直接告诉你，你属于什么病，对不对？它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你这个疾病，总让你对你自己的这个健康有个了解，对不对？比如说你的肝指数的某一项指数已经超标了多少？对，比如说正常这个指数比如说肝蛋白质80%就是对的，你现在92了，超标了一点儿，下次吃馒头不要吃那么多，对，他就很直白的告诉你一个很容易理解的方法。是，这医生回家吧对，还有那个科研家，他们说就是科学家，就是不是有很多比较难的疾病，像癌症啊，还有像这种还没有找到具体的那个药物的那个治疗的方法的这种，他们都会用标靶治疗嘛。那以前都是要就是一个整个团队，然后花可能几十年时间研发出这个标靶药对，但现在就是 AI 它可以给你就是用不同的组合，然后给你组合出一个对这个病人这个症状最有效的标靶药，很快的。我以为那个标靶药像一个导弹一样，你拿水给它送到胃里去，它在里头钻，在肠子里钻，找到那个地方，在那里发射它的医药。这有可能是，但是没必要那么费劲吧？就拿激光把药照进去就可以了。到时候看 AI 怎么解决。是，他做不到，咱们提醒他。好，好的。对，也是 AI 用于医学，其实是一个超级进步的事情。非常进步，现在很多就是手术都用 AI 这个机器手来做，它做的伤口更小，精确度更高，恢复的也更快，也就是从判断诊病对，再到进行医疗开刀，或者治疗对，它都是很厉害，都已经开始介入，而且不断的在扩展着它的能力。那如果用 AI 做美容，那根本小菜一碟啊，应该是，对不对？点个痣也可以把我这老头的的话弄得像20岁的样子，这个脸应该也可以吧？可以。我说实话，不要笑，这是个严肃的话题。我一直考虑最近要不要去做我们觉得师傅现在就是最好的，是已经习惯这样子了对呀，皱纹少一道，觉得这是师傅的低级版就像 AI 人一样就是第一个初期的机器第2版机器人，第3版机器人。好，这是 AI 用于医疗。对，其实说到机器人，那个就是救援机器人已经其实是在使用，而且真的是能够帮助人类很多的，救很多人因为每一次救援行动其实就是有的时候很危险，为了救一个人，可能有很多人会因此而牺牲的但现在有这样子这种，你看不同的救援机器人他们可以进入到不同的这种就是地理环境来进行展开救援工作。你看火场或者是这种山路对，不同的地方都可以进入到。还有地震地震对对，
甚至战争啊，是，对，比如说房屋倒塌，是吧？人给压到废墟下面，对呀，哎，如果人过去本身在这个地震环境里头就是危险的，对，所以这个机器呢，至少它不是一个有生命的人体而且它侦测能力要强，甚至做的很矮、很小或者很瘦的，像条蛇一样钻进去看，是啊，对，那人的那这么大身体钻不进去的，对，是。还有在美国发明那个机器狗刚才有看到过，4条腿爬，还可以载重，对你给它用的马力大一点呢，它就可以负重很重，可以背200斤，是，就是我们现在有个网友也是留言着关于这个机器狗他说前几天我在公司大楼看到了一只 AI 小狗，它就在大厅走来走去，当时是午饭时间，人很多 ，AI 小狗就在人群里穿梭，也不会撞上人。过后它还自己回到充电的位置躺了下来，开始充电。后来我向大楼工作人员询问了一下，原来那只 AI 小狗是 CCTV， 就是那个监控那个摄像头，它就是大楼新来的保安员。新保安，是一只机器保安狗，它只是用于观察是吧？对，就是巡逻呗，就是看看有什么那个不安全的那个因素。这是最初的，你再厉害一点呢，是吧？这个狗的话，你把它至少要变成个神狗嘛，是吧？遇上坏人还可以去抓。对，是。对不对？现在美国警察也用这些狗来辅助，就是抓坏人。多几个爪子上去能抓坏人。对。上手铐。对。五花大绑。它能喷那个烟雾弹，还能就是去追那个坏人。对，我看过这样的视频。对，那 AI 呢？你看我们讲了，它带来了这么多的便利就是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但是同时呢，它其实也带来了很多的挑战。是，对，就是一个是有些职业它弥补了，但是更多的职业是被代替了，对，被它代替了。是，你看你刚才说像教师老师的工作，医生护士的工作，护理员的工作，还有家庭这个保姆家庭的工作人员的家政工作，对，甚至是这个消防救援、救生员的工作，潜水员的工作，甚至将来渔民都被代替了，就很多工作都会被代替。那已经发生的呢，就是现在很多高科技公司，就是开始了这样子的大规模的裁员潮。在2024年全球这个科技行业裁员呢已经超过15万人了。那2025年就是1年之后呢，这个裁员人数呢不但没有往低，而且还不断的在增长，继续扩大，已经接近20万了。2025年，就是有一个在线的教育巨头它叫 Chegg，Chegg， 它就是做在线教育的这样的一些产品的做得非常好。它一口气裁掉了它45%的员工，一半的员工就裁掉了。对，那就是因为这个 AI 的到来。是就是因为你看我们现在这种生成式 AI， 它做的很多的都是这些就是初级白领做的工作。而且初级、中级白领的工作都可以被替代，几乎都可以的。是。那今年呢，这个2026年，这个扎克伯格就是脸书的这个 CEO 嘛，他现在是叫 Meta， 他裁员10%。裁员10%也是很大的8000多个员工，最近才都被裁掉了。而且非常令人不安的呢，就是说有很多媒体报道就是包括这个扎克伯格这个公司，还有一些其他的公司，他们会开始在员工的电脑上安装一种行为追踪的软件。就这个软件会记录员工所有的他每一个点击鼠标他在工作中的所有的行为都会被记录下来。那这个软件的作用是什么？其实就是给 AI 大数据去训练，很快的这个 AI 就能够更快的替换更多的员工了。是，对，其实不只是那个白领工作，我昨天还看了一个视频，就是连那种就是 production line，他们那个
怎么说那个工厂的制作线，对啊，生产线现在生产线，然后那些员工呢，现在那个老板都要求他们说，你在工作的时候呢，你要头上戴一个小摄像头，然后那个是个 AI 学习的机器，然后那个摄像头呢就会记录这个员工，比方说，他处理一个，可能他就组装一个表吧，然后他组装这个表的时候呢，他的那个手的动作是怎么样的，然后遇到不同的情况啊。他的那个动作又是怎么样的？他就会去看那个就是手动的这个位置，还有那个用力的大小。然后呢，其实他们就是说，大概1个月以后，这个 AI 就会学了这个员工本身他所有的这个技能，还有这个经验。然后就1个月以后，这个 AI 就机器人就可以取代这个员工了。是其实是挺残酷的一个现实，就是现在一些公司开始真的是在用自己的员工训练 AI，对，未来能够替代员工。对，等于说这个 AI 就是就是活生生的，你都不知道，不知不觉，其实很快你就会被替换掉了。其实我们很多网友们呢，现在留言也是表达他们的这个焦虑和紧张感，就是说 AI 时代来了，我们应该做什么呀？都没有工作，那社会不会动荡吗？太可怕了，然后还有 AI 来了，我们的未来应该在哪里呀？这些内容正是今天我们想找出点出路的这个真正目的哈，这个放到最后再说。好，师父，感恩师父。对。那现在其实就是 AI 也是我们现在目前经历了一个非常大的变革了，哈，师父。但这个我相信也不是我们在人类历史上经历的第一次变革。那是。对。在尤其是这个电和机器电和钢铁机器来临之后我觉得对于整个人类的世界就产生了一次最强烈的最大的变革。所谓那个时候讲的叫大革命这个词，就正是这个电加钢铁工业这样的技术来临之后而产生的一次全球性社会的冲动。你想想，从法国英国，这都是欧洲比较发达的几大强国嘛，他们这个100多年前的这个大革命这个现象，正是有这种变革而产生的。你比如说这个从第一辆汽车的产生，汽车产生来了之后呢，那马车夫就会失业，他们会不会产生冲击呢？会。由机器来进行制作大米，对不对？那过去呢，手工和牛车制作大米的这个过程就会被取代，之间有没有冲突？有啊。那原来靠手镰刀和普通的棍棒来进行加工稻米的这些农民就因为从机器上来就干不过用机器来加工粮食的人，对不对？产生了矛盾。那这些农民说，我们就靠这个镰刀和基本的棍棒来养家糊口。你这个机器一来的话，一个机器代替我100多个人，没工作了。那我们就找这个弄机器的这个老板，我们就揍他去。就产生矛盾冲突。所以很多就是钢铁工业加了电之后，它的速度就加了很快了。其实在电之前呢，就已经有了一些叫钢铁工业了。但那个时候钢铁工业要辅助它的动力是人或者牛马。但是当有了电之后呢，这个电就代替了人和牛马。再加上钢铁齿轮的这个能量呢，就是所谓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就来了嘛。到之后又产生第一次世界大战。你看它引发这个整个社会冲动是很大的。其实就是在那个1903年的时候，就100多年前了哈。当时在伦敦它的那个街道上呢，就出现了第一辆这个汽油动力的出租车。那我们回到100多年前，伦敦的这个街道上其实是马车的海洋。那个时候大部分的这个交通工具都是马车。那出了这样子，刚开始有这种机动的汽车的出租车出现的时候呢，马车夫都是很看不上的呢。当时这个马车夫这个职业是让他们非常骄傲和自信的。
能够成为马车的这种出租车的司机哈，不是出租车就是马车司机了哈。他们要就是用脑子记下英国当时25000条道路的这个地图，当时是没有 GPS 的嘛。对。那英国伦敦又是一个当时是最大帝国的都市哈，它的道路是非常错综复杂的。那马车夫都很厉害，在大雾的天气也能精准的把人送到该送的地点，因为他们对于道路很熟悉。那当这个机动的这个出租车出现的时候呢，最开始的时候这些出租车还会经常的抛锚啊，然后找不着路啊，迷路啊，马车夫就会嘲笑他们说 Go get a horse， 就是说去买一匹马吧，就是这样子哈。可是仅仅7年之后，到了1910年，在伦敦街头的机动出租车数量呢就超过了马车。等不到20年，到1920年的时候，马车就已经彻底消失在伦敦的这个主流市场了。就真的就是机动出租车完全取代了马车，短短的20年时间，是很快的。这就是工业革命的大变革的第一次哈。大变革的第一次，对。那当时马车夫都做了什么呢？哈，那很多马车夫也是非常的恐慌和焦虑和愤怒哈。但有一些马车夫就非常的智慧，他们就报名参加了当时汽车学会举办的这个汽车学校。他们就去学习开汽车，学习换挡哈，学习发动机的原理，学习怎么样在一个非常就是窄小的这个街道上去转弯。开汽车和这个驾马车是不一样的嘛哈。那后来呢，也就是6、7年之后吧，伦敦67%的这个出租车司机是由马车夫转型的。所以这些马车夫他们不但没有被时代淘汰，他们反而成了第一批受益者。对，就以此类推吧哈。你像原来用手工呢来加工稻米的，对，就最后到了什么？最后叫面粉厂或者大米加工厂，是成为里面的工人。对，他就从就是手工劳动变成叫机器劳动。对，就是要走向这么一个变革的一个过程。对，要跟得上这个时代。对，所以汽车和马车这个交换这个哈，就代表了所有的工业和过去传统行业的一个交互点、交织点。就是这样。但是他愿意学习这个新技术的话，那他就不会被这个时代淘汰，他就跟得上。一定要跟得上时代的发展嘛。对，任何东西都是这样子哈。对。还有一个就是离我们更近的时代的一个案例哈，就是如果你生活在1990年的那个美国呢，那很可能你的生活就是这样的，每到周末的时候呢，你都会到那个租录像带的店去租一个那个电影回家然后跟家人一起看，看电影，周末电影是。然后当时呢，这个租录像带在美国最大的这个公司就叫 Blockbuster，然后我们可以打出那个对，就是这个标牌，相信很多美国人这个在温哥华当时都有，对，就非常的盛行。然后在巅峰时期呢，这个 Blockbuster 拥有9000家门店，还有6500万会员，真的是个非常庞大的一个那个帝国了。因为很多美国人呢，他们到周末也都会到这些店，他能租到最新的电影去看。那它运作的模式呢，就是它都是用实体门店的，然后就是那个顾客他就要到那个门店去选择你要的那个电影，然后他会有一个租借的时间，比方说你4天以内你要还。就是又回到这个门店去还这个录像带那如果呢你还的那个时间有误呢，还还得迟，你还得交一个罚款。对，它就是这样的一个运作模式。然后当时呢，是因为都是那个卡带的时期嘛，然后到了1997年的时候呢，那个互联网就开始比较盛行了。那当时呢，就又出现了一个看似不起眼的一个小公司成立了，叫 Netflix。那这个 Netflix 就是它成立的时候呢，它就想改变一下这个 Blockbuster 的模式，它用一个新的模式，就是说，他想说，不用说那个顾客他得到实体店里去挑选这个
卡带。那如果说你想要这个卡带的话呢，你就报名一下，然后我们就把这个卡带寄到你的家里。那你看完了之后，你就再寄回来我们的公司啊。那这样子以此类推，你寄回来之后，你就能再租下一个卡带啊。然后你这样子去来回寄的话呢，我们也不给你收那个过期实现的这个罚款啊。他就想采用一个这样的一个模式去做。然后其实这样的思维非常超前了，他就想说，以后互联网越来越盛行的话呢，可能大家都不会需要去那个门店去再去租这个卡带了啊。但是呢，当时那个 Blockbuster 看到他这样子 Netflix 这个新的模式，他们其实完全是看不上的啊。甚至有一段时间呢 Netflix 呢还主动找了 Blockbuster 说，你要不要收购我们的这个就是公司，以5000万美元我们把公司卖给你啊，我们还可以帮你处理你网上的这一些业务。那 Blockbuster 直接就拒绝了，他觉得这个模式根本就不会 work， 因为当时互联网也刚刚开始推行，也比较慢嘛，不是很多人想用。然后到了后面几年呢，互联网的时代真正来临了，那就是 Netflix 呢率先就转型成一个网上可以直接看电影的一个模式。那所以顾客他不用再去店里租 DVD， 不用再去门店，直接他有一个手机、平板或者电脑，他在家里随时随地他就能够去看这个电影。而 Blockbuster 呢，他们就舍不得放弃他原有运作的这个模式嘛，所以呢，他迟迟也不敢，就不想要去改变这个模式，甚至他连主动推行转型的一个 CEO 都被 Blockbuster 开除了。结果这个原本有9000家门店的这个大的这个公司，到2010年的时候完全就破产了。对。但是今天的 Netflix 呢，市值已经超过4000亿美元，是大家最喜欢用的一个就是网上观看电影的平台。对，这个 Netflix 呢，它的中文名啊，它有个中文名叫奈飞。对，就是现在它是现在租赁都没有了吧？它都是变成网络的会员制。对。对，而且他自己出资拍一些受欢迎的影片，是拍了很多好电影。对，因为之前他是买别人的那个电影的那个版权嘛哈，最后发现他也经常上当，说觉得不划算，而且这个费用太高，说是这个如果这样的话，我还不如自己拍呢，他也有钱了嘛，所以他在各个国家的分公司哈拍了很多比较优秀的影片。所以他今天成为世界几乎是第一的这样的一个综合性与电影娱乐的这样一个大公司了。对，在很多国家都有分公司。对，我曾经在上头看了至少有20部电影。对，还真挺好的。所以这两个故事真的让我们深有感触啊！其实也不是这个时代或者这个技术去淘汰一些人或者一些企业，而是真是你不愿意就是与时俱进的人，或者你不愿意接受这一些新的科技的人，拒绝改变的人，才淘汰了自己。他就是因为他们拒绝改变的原因哈，因为在过去一个行业，咱们比如说。那个赶马车的这个时代哈，所以要变的话，还不是2000年、3000年才变一次，才变成了汽车，对不对？所以我这个租录像带这件事情就没有想到，结果从录像带嘛，它就是一个磁带啊，里头就出现影像，就小录像带的话就是那个录音带嘛，就听歌，想想哈，就这样一种就是所谓这个媒体模式。再接下来呢，到90几年的时候，其实出现那个光盘了，就是白透明的反光那个光盘，从唱歌的 CD 到 DVD 还后来不知道要起什么 D 了，就是反正就是就是比较好看的这个影片类的嘛哈，就是到这儿，到了这儿之后，大家还在想它还会怎么变呢？所以之前这个美国这个连锁租录像带公司哈，他就没有想到。这种的录像带这种媒体这种东西哈，它会出现这么大的一个变化。当这个变的时候呢，他心里是抗拒的，他总觉得时代怎么会变得那么快呢？而且我这个9000家分店的话，平均下来每一天哈，
给我收入有300万，我已经有收入这么300万，我还在乎你们别的吗？对不对？我们已经赚得我盆满钵满，对不对？哎，我这个财富都没地方放了，他是有这样的一种满足感。当满足感之后呢，而且又有这么多的收入，他就开始叫拒绝更新的一种改变和新形式，因为已经挺好了，就在他的精神世界之中，这已经叫饱足、满足的一个状态，所以就不会去寻求改变性的一种合作与思考，对吧？他就排斥了，我已经是富人了，我要你这干嘛呢？对不对？但是呢，发明 Netflix 这个公司的人呢，是在这上吃了亏之后，说如果用这种新的方式来进行运营的话，又很人性化，而且又省事儿，过期还不罚款，这个都符合众生的一种想法呢，对不对？但是他呢，你看哈，在 Netflix 里头，他做的最对的一个正确的方式呢，就是跟随了时代这种变革发展的这个脚步，他跟的是最紧了，这一点做得好，是吧？从光碟时代立刻转向这个网络，而且后来干脆我自己拍电影，说这些转化太厉害了。对，但他这么一拍的话，其实美国好莱坞就有点麻烦，对不对？好莱坞那大哥们都不知道拍啥好了，人家就你还在那谈价钱呢，人已经把影片拍了20集出来了，是吧？这个什么指什么人指什么屋啊，那很著名的哈，美国拍的那个，对，就是很好的影片哈，所以他们这个紧跟时代的步伐。我给大家讲一个呢哈，就是小时候不是很多年前我看那部电影哈，中国的影片，那个名字我记得很清楚，但是有一些细节呢哈，确实记不太清楚了。这个电影名字叫《神鞭》，就是清朝晚期的时候呢，就有个小伙子呢叫傻巴呢有一身力气，个头也大，也练武功也很好，但是因为清朝的时候人都留辫子嘛，就是他呢就是经常和人去交手比武的话呢，通常还都是赢家，还是不错的，为人也比较憨厚。到后来呢，就在当时的天津，这个人在天津地区住哈，在天津呢来了一个俄国大力士，武功很高，体力很强，能举300斤啊。所以的话，中国人那个身材和俄国人比的话，那实在是2个人他顶1个人，这根本没法打。所以中国一些武馆的馆长武林高手和这个俄国人比武的话，就都输了那个时候中国很多的天津有人出现爱国情怀就是我们不能让俄国人打服了，对不对就是我们出钱，谁来把这俄国人打输？结果傻巴说我来试试吧傻巴论这个体力也打不过俄国人，因为俄国人本身天生的那个身材就很大，力气比他还大，但是呢最后用了一招，他往前一推他一甩辫子，那辫子梢呢就把这俄国大力士的眼睛打得模糊了一下，睁不开眼了，你睁不开眼了，你啥都看不见嘛，就被傻巴毒打一顿，就踹下擂台，就赢了呀当时天津人就沸腾了，是吧？给他送匾的送锦旗的，送钱的，送香油的，送别的都可以理解送香油干啥？就是说你这个辫子这不叫辫子，叫神鞭，弘扬中华民族文化，打败俄国大力士为民族争光。所以还有老太太缝了个套，说把你辫子没事装起来保护好，因为这是国家的宝贝神鞭了所以送来几瓶香油的时候没事往上抹香油就而且尊崇到相当的地步了也收很多徒弟结果有一次在和人比武人家用飞刀他就打不过了光动力气不行，那小刀不管你力气，反正一刀能插上你，就打输了跑了。那么跑了之后呢，就又遇上什么样的一个打仗的时候就是八国联军打中国的时候，在他旁边的那些战友全都被人家那个火枪打死打伤一看吓跑了，因为他旁边人都给打死了呀，他就跑进山里去了。最后不知找一个什么样的人学艺，学什么样的艺呢？开枪。所以这个傻巴虽然傻
但是他能抓住这个时代的这股清风啊，对，就跟一个开枪高手，一个超级军官吧哈，就学枪法啊，苦练了3年，就是指哪打哪，百发百中啊，就很厉害。哎，就又遇上别人来今天给他挑战的时候，你都不用打了，说为啥呢？我这一把枪你站多远都打死你啊，就太厉害了。那别人说哦，你是神鞭，你靠的神鞭呢？他说神鞭是历史，那页已经翻过去了。到了洋枪的时代，我们还玩什么鞭子呀？知道吗？哎，对，就是有这么一个电影，大家抽空可以看看，但是也许看不清了，太老了啊。所以你要跟得上时代的这个步伐，是不是啊？追得上时代的清风，你才可能够啊借力打力，是不是啊？嗯，对，有点像那种啊，踏上就像那个在那个大海上那个叫什么冲浪的人，是吧？对。哎，那个风浪越大，其实你站的就越高啊。当你再有这个很好的基础的时候，踏浪而行，站在这个风头浪尖上前行哈。对，所以不要去害怕这个风浪，要去学会去驾驭它，至少要跟得上它。这就是我的看法哈。感恩师父。对，最重要的是别用那个悲观的情绪说哇，这个八国联军来了，或者是这个新的这个汽车来了，我们怎么活，是吧？那马车夫不是也变成新时代汽车的司机了吗？那么新时代这个车不需要司机了，但是车总是会坏，还是要修车嘛，对不对？是。那比如说我假设的这都是你的职业，是不是啊？哎，就是有那句话，就是车到山前必有路哈。所以人走到，因为对未来都是未知的，未来还没有发生，没有到来嘛哈。到那个时候，只有那个时候的生活和工作方式。是。所以我们的心态呢，别有一种说还没有打仗已经趴在地上认输了哈，就是还要勇敢前行啊，不要用一种萎靡不振的心态啊，没有打仗已经开始宣告我投降了啊，对不对？真打仗你宣布投降也是一种方法，也是一种生存之道，对不对？但是生活里头没有退路的，那你不去面对工作的话，就你挣不到钱，你怎么养家糊口呢？这就是你正常的饮食与生活问题啊，这是个巨大的问题，而且接下来是全民面对着同样一个问题，这应该是勇敢前行。对，还有问题吗？那勇敢前行，我们还有哪些方面我们可以去努力的？师父，就是我们的出路在哪些方面去努力，会让我们更有机会？在传统上来说哈，这个古人呢哈，比如说学各种手艺吧哈，就是说，哎，你至少有一个手艺，对不对？不管叫弹棉花、缝鞋子、什么做衣服、理头发、赶马车，是吧？什么垒房子，你有一门手艺就能糊口。对不对？所以在现在 AI 来之前这几年哈，通常大城市之中哈，有一个正常的工作职位的话，一个职位多少人等呢？至少300个人在竞选，这就是目前的状况哈。当 AI 到来之后，咱们看看多少人失业哈。越是白领，就是坐办公室的这一帮高级知识分子，越容易被 AI 给代替掉。你比如说，你是一个这个写电脑程序的叫 AI 高手，是不是啊？IT 高手，这些人最容易被代替，因为现在 AI 可以帮你写这个东西，就电脑编程啊，它都可以替你做了。比如你是一个秘书，或者是你一个写作文员，也被它代替掉了。你把内容告诉 AI 给你写出来，又美又实用，对不对？像这类工作都被代替了。再接下来刚才讲的老师很快被代替。你看各国的大学哈，从小学到大学辞了多少的老师？我记得去年我在马来西亚有一所大学，我不讲名字了哈，那所大学我是比较熟悉的一个大学，光那一次性裁老师裁掉了130个，一所学校啊，辞掉大学老师啊，辞了130个。大学老师一共才多少个呀？一共都不到300个
而且干掉了快一半了，对吧？再接下来呢，他们有在那哭跟我说，我说再接下来啊，还会再裁掉100多个，5年的时候啊，留不下3个老师。说那我们怎么面对呢？就是这样哈，我们刚才讲到，你至少有一项技能，要有一招鲜，对不对？你要有一项技能来谋生。当现在这个技能谋生的时候，就是一个职位有300个人等着。AI 时代来临，从现在开始，一个职位就有2000人等着，都在那等着就业，就2000个人排队，打破头往里挤，录用我吧，录用我吧，我全家人都等着我开锅吃饭呢，对吧？所以当这个我们找工作的这个竞争力就越来越大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你想想，你的能力要变得更强大，对不对？我不光是这一招会，我这一招精确的和此相关的东西我都懂，我讲一个香港理发师的一个故事哈，一个演员，他呢排了3个月的队，找这个理发师修理他的头发，这个女演员，把她等的吧，把这个女演员等的都没耐性了，就觉得我都不去了，我都就像挂号一样，我给他排了队，这3个月等的，真是黄花菜都凉了，我没那个兴趣，没有心情了。等于到他要让他去的时候，其实他心里很烦，但是既然到了说去吧，就是心情很不爽。但是那这个理发师如约和他见面之后，给他从对他的脸、身高、肤色发质进行评价之后，还告诉他我建议做什么样的发型，而且之后到多长时间我来帮你进行保护维护头发，就我亲自去做。所以做了这个头发，光做了个头发花了20-30万港币吧，大概是，听起来不划算啊。但是等他做完这个头发之后，那他是一个不知名的演员，接下来就被一个导演发现了，说哇，这个人风采照人啊，马上请他出演一部40-50集的一个电视连续剧，一下就出名了。之后他还给这个理发师又补偿了一些钱。所以这个理发师他精通的不仅仅是理发，来命相，说你哪一面好看你的露的，女人经常那个头发遮着半边脸嘛把好看的那一边露出来，把难看那一边遮住一些。哪们的耳朵好看，把耳朵还经常露出来，他就提醒到了，因为他连命相都懂。是不是？比如说这个女生吧，侧面这里长一个猴一个黑的猴子，他说这个时候这个对命相不好，你应该去点掉，对不对？所以你的头发还要把这要遮住，还要。所以他要求他，甚至你穿颜色，你的主色调是什么？等他定下来之后，我可以这么说从此这个人叫顺风顺水，好运气来了。也就是这个理发师哪是理发师简直是张三丰转世从修道、命相、美发没有不懂的，简直是个神人转世。所以觉得给人多少钱都嫌少。所以这个理发师一年最低收入，我说的最低都是100万，100多万，实际上可能有600万以上港币。就是等他给你理完发之后，你自动乐意再给他多给钱，因为别的理发师甚至是朱医生、中医师都没有讲到的问题，他都给你讲到和分析完了。所以把头发做完之后，最后你连选衣服我要按照它的颜色我来进行选，甚至他给你勾勒出这样做拿那个 iPad 画图，说你选这样的颜色、这样的格式的衣服你再穿，你就是明星。就他照着做，果然就成功了。厉害吧？说光就是一通到100通，是吧？我过去就是一样专精就能糊口，对不对？就在接下来，当我们的竞争力、找工的竞争力这么强大、这么大压力的时候，你不是光懂一项东西，更何况说你也找工作，
有些年轻孩子就来问我，师傅你来看我适合找什么工作？我就问，我很直白的问，你会干啥？今天我要问我们今天聊天的朋友们哈 ，AI 这么恐怖，请问你会干啥？如果说我什么都不会，朋友，那你还幼稚，赶快学。学啥？你今天认为谋生的你就学，就是学那个 AI 编程这个就算了，这个不要学了。其他就与人体健康服务类的都可以学。人还都在活着，对不对？人活着越没工作越生气，病越多，对不对？医生都失业了，还有很多现代科学的医生治不了的病，对不对？有的是气的，有的是忧郁的，对不对？你可能你学的某一招或者中医针灸说不定就用上了，是吧？与这个人体的健康科学相关的，你多学一点，但是要学得精，你才有饭吃。如果学不精，根本找不到工作，是吧？你给人针灸呢，扎的总是不该冒血的总冒血，是不是啊？扎了一下银针，结果那个扎针的地方痛了1个月，那肯定会被告都不行。所以就没学精了，你找不到工作的，你找着工作出麻烦。所以学就学得非常精，学个乱七八糟你也别出去丢人，你找不到好工作或者惹出是非来。所以从美容到这个健康类的到形体类的，今天一个很好的，你要开一个特别好的健身房的，你只要不贪心的话都是可以的。就是我们不要听那些超级富豪，甚至马云他说教你一招就能挣个1000亿之类的，这放屁的话就不要说了就是教一招咱就能谋生，要这种比较踏实靠谱的这种思维方式还是能够正常能够养命找到工作的。所以哪怕从好的一个健身教练，是吧？营养学老师，是一个好的美容师、美发师，是吧？都是可以的。甚至我一直还推荐的中医和正骨。中医里头含着很多个科，有针灸、开药、内科、外科、正骨。我个人特别推荐于正骨，尤其是男生稍稍有点力气。女生呢，只要有点个头你也达到1.65米的就可以给人做正骨，但是要正式学，因为正骨这个问题在每个国家它要求的这个执照是不一样的，所以你要根据你那个国家的这种行业当中的法律要求是什么，照着他那个法律要求去学习是吧？人越没工作，腰越容易痛对不对？从心痛到腰痛吧就是这样的。心痛腰就会痛所以正骨这个行业只要有人就需要正骨，但是在很多国家会正骨的这种从医生到老师少之又少，会做这个行业的人就是这样的像我妈她那个过去干体力活一不小心腰就脱臼了，一下脱臼之后整个身体动不了了。他遇上那个农村的那个老正骨师见了他之后，只是咔咔2下，就1分钟以内活已经干完了，走吧，就这样好了。但是呢，他不会长久的好，过一段时间又收风，动作又不对，可能又犯就光一个正骨术很少有人会，这我特别给大家推荐孩子们今天不要用一种今天所谓科学的方式挣大钱，一下挣一个天文数字的钱，我不太建议这个，不安全所以我讲的给人服务的这种工作还是比较靠谱的可以往这上头去学习和发展吧。这是很好的一个出路。对，学就学精。对你这给人弄2下之后总出事儿不行，总被告不行，对不对？你就是一个正式的一个西医的医生你给人开错药或者是开错刀的话，不光是被告癌症还有很多医生被吊销医疗执照的，甚至还有的进监狱都有所以这个学就要学精它，才可以上岗去工作，才可能有一定的竞争力我讲的有点土因为像当今的可能一些大学老师会告诉你学更高科技的，学 AI， 我觉得学 AI 也可以，就分你的大学怎么样。
如果你大学不是很先进的大学，我看你的 AI 也别在那儿学，对不对？啊，你比如学少林功夫一样，是不是啊？你到苏联学少林功夫，我估计那可能是俄罗斯功夫，那不叫少林功夫，对不对？你要学哪一种东西，找对地方，啊，学才能学得正宗，而且要学精哈，如果不精，混不上饭吃，对。感恩师父，那其实就是师父讲到健康类，其实咱们菩提禅修就是一个最好的给大众提供身心灵健康的这样的一个机构。对，但是一般年轻人不会选择我们的，就是说现实来说哈，他都说这是老人喜欢的地方，但是从事业角度来说的话呢，其实是非常安稳的，对不对？因为人类全世界的人类还有至少超过50个亿吧哈，有这么多人类的话，那你凡是有这个与健康相关的这个能力的话，你这个工作是越干越多，干不完。啊，谁也不用给谁竞争，根本就干不完，是不是啊？哪个老人家不会头痛、腰痛、腿痛？就光这个痛，就永远都是离不开的东西，对不对？是啊。现在都不用到老人了，现在从中青年就开始各式各样的病就产生了啊，心理疾病，再到心理疾病都有，忧郁症啊，其实来到我们这里都得到了康复和好转，真的非常受益。选择菩提禅修也挺好的，因为从身体健康到精神健康哈，就是这个禅修越来越受欢迎，在跨越宗教来说的话，全世界各个地区很多人都尝试禅修，是这样的，很多世界级那些 CEO 那些高管都在学习禅修啊，这个方法对不对？尤其是在像美国硅谷啊，再到日本一些大企业家呀，他们都是说每个月都要带领他的高级的管理层去到他指定的地方去禅修，真正打坐修行或者念佛，他说这种你的那个企业家带着你去做这些禅修的时候，老板才真是重视了你，你才成为就是被培养的人才，是这样的。但是我们不懂的人呢，总觉得禅修是一个很传统的一个老套的东西，不时髦。其实在欧洲的最时髦的人就学禅修，对，是这样的哈，对，多大老板所以的话，我们这个从我们这个菩提禅修这个行业来说，还是很受这个社会需要，很受欢迎的，对，所以我们一些做的不错的同修哈，一些人呢，到了不同的国家哈，来帮助大家学习禅修有各种得疾病康复的哈都有，对，走路困难的走好了，什么那些各种症吧，我们讲过了太多了哈，各种疑难杂症，各种疑难杂症好了的不计其数，是，所以如果从工作来说的话，越干越多，干不完，我们可以做到一天天不休息，这活越干越多，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休息要刻意休息一下才能休息下来，否则的话根本没有休息的时间，所以呢，那这个年轻人如果喜欢菩提禅修，希望你到菩提禅修哈，多体验一下，给自己3-2个月的时间体验一下未来的话，第一个你首先要有基本的学历哈，再进行对菩提禅修有一个更深入体验的这样一个了解的时候，你才知道菩提禅修对世界和人类的贡献是什么，所以你会喜欢上它的。感恩师父。对，那今天也是非常感恩师父哈，这个 AI 时代到来了，给了我们这么好的就是最后的这个出路的这样的一个解法哈，就是我们会什么其实就是对于当今的年轻人要真正的去深耕一个技术，然后同时还要就是延展开来，它这个技术的周边的所有的其他的这些都要去学习哈。就这个时候就不是躺平的时候，反而是要立刻行动起来比别人更勤奋、更努力的去好好学习，未来可能才有一席之地，可能才有一个机会。没错了。就不能说 AI 来了这么凶猛哈，我们干脆躺平，我啥都不学了，我就等死。说不定到那时候给我换个头换个脑之类的，别去这么想。就我觉得就从道的角度来说上天呢是非常欣赏
和怜悯特别勤快的人，知道吗？就是上天呢，天道酬勤啊，就是上天这个神灵，他是喜欢勤快的人啊，喜欢勇敢前行的人啊，而不是说一遇到困难我就躺在那儿装死哈，或者说我就不行了，我就躺着就不动了，这样是没有出路的，所以的话，你的出路就在于勇敢前行。那我们现在前行什么呢？就多学知识。反而你比过去那些人读书啊，比你爸爸那一代读书的时候要更用功10倍。越早一点有这种觉悟的孩子呢，你的出路、你的未来是很光彩的，越要躺平说我就躺着，反正也没出路 ，AI 把我们全代替了。到那个时候，说不定你的路可能是死的，你的出路就少了，因为你没有核心的竞争力嘛。对，所以我们多学习知识之后，我相信。上天是有好生之德一定会给我们一个非常美好的人生之路的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迎着这波风浪踏浪而行，勇敢前进。感恩师父。所以我经常会相信，危机就是转机，危机就是机会。那机会都是给有准备的人的。是，你准备的越好，你的成功几率就越高。对。那我们的年轻朋友们呢？如果你们想准备的更好的话呢，欢迎你们7月的时候来我们韩国釜山来跟着师父学习，参加菩提禅修的暑期青年营来开启你精彩的人生。我觉得是个难得的体验对，7月11号到20号我们报名截止日期是6月15号，一定要好好的抓紧这个机会其实我们很多年轻人在参加过青年之后，都从之前对于人生迷茫找不到方向，变得充满了信心和动力，为自己的这个就是非常清晰的目标去努力。我们很多孩子从青年营毕业之后，都成为了知名的律师、知名的牙医都在社会各界都是非常的优秀的这样的专业人士。他们也是非常感恩师父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在还年轻的时候跟随师父学习开启智慧。对，这是个难得的机会，难得的体验。我觉得是。大家来学的话会不虚此行赶快报名因为很快已经很爆满了是的，感恩师父。好，今天咱们这个内容差不多了看看网友的留言还有吗？还有不错的留言看一下。好的。对，大家都是非常感恩师父今天的教诲。有的网友说，师父说的正骨是很好的工作。还有的网友说，哎呀，能来菩提工作真的是太幸运了。希望自己的孩子未来也能有这样的机会。好，那个大家呢，如果有问题临时想不出来的话，之后有问题想出来再写信给我对，那还有呢，家里的小朋友，如果非常需要来到菩提青年营进化一下的话呢，能找一下自己的人生方向或者是能够沉淀一下，让自己那个有动荡不安的那种情绪和感觉呢，能够静下来。静能生慧所以希望这样的小朋友呢，能够参加一下这个马上7月份的青年营很难得的一次经历好，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差不多了祝大家呢能够有一个美好的未来能够做好最好的准备迎接这个巨大的 AI 这一波高科技的冲击让自己未来的人生呢走得更加扎实和稳妥希望大家呢都能实现自己美好的愿望。收到，感恩师父。好，我们说一下下期的直播时间。下一期直播时间是亚洲台北时间6月6号的下午6点，北美温哥华时间6月6号的凌晨3点。
好的，好，祝大家健康快乐，健康长寿，幸福吉祥，下次直播再见。让我与您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就此欢喜。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在茫茫人海之中，让我与你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变得神奇。我只会